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28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日向安倍辞职，亚太政局巨变这是一个突发性的新闻突发性。我先说新闻。日本当地时间8月28号下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首相府邸召开记者会，正式表态辞职。由于旧患溃疡性结肠炎复发，为了避免在治疗过程中影响国政处理，他决定辞去首相职务。现年65岁的安倍3次鞠躬向国民道歉那么为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表示歉意他说他最早是今年6月份发现自己的这个溃疡性的结肠炎复发那么他的病情从7月份开始恶化，8月上旬确诊复发所以那么安倍是有2个任期，2006年首次出任首相那么2007年9月以身体状况为由突然辞去首相职务当时他只任期了1年，当时就是确诊溃疡性的结肠炎。后来呢，这个治疗的情况理想，然后就安倍在2012年的12月再次出任日本的首相安倍其实现在已经是进入了一个我们叫政权交接期因为他的自民党总裁的职务会在明年的9月份届满，然后他就会不再担任自民党总裁，也就是他就会离开这个首相的岗位那么今年的8月24号，安倍正式超过了佐藤荣作，成为日本连续出任首相职务最长的一个长寿首相连续出任，讲的是连续出任首相在8月28号的记者会上，然后大家问他对继任人选的意见，他是这么说，他这就委托给党的高层这不是我该讨论的问题，他也不讨论这个自民党总裁的这个选举形势到底是国会议员投票还是党员全部投票他也不评论。他这么说，他会继续履行首相的职务，直到接班人选出来那也就是说不会有临时首相那么他会一直做到这新的首相选出来那么主要对于辞职的时机的考虑安倍解释说，主要是考虑到目前新冠疫情暂告段落然后就是日本政府已经准备好了应对秋季冬季疫情复发的对策，然后他在这个时候选择辞职那么目前我们看一下自民党党内的这个生态，有3个可能的人选，一个是前外相岸田文雄这是安倍比较属意的人选第2个就是石破茂石破茂呢是名声比较高，名望比较高，也是安倍在党内的主要的挑战者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官房长官菅义伟菅义伟他是被日本媒体点名说这是一个潜在的这个竞争者那么目前的日本的政局的情况是什么呢？目前日本第2大在野党国民民主党准备要和立宪民主党合并立宪民主党合并之后呢，使在野党的势力恢复到3年前的水平在此之前在野党一直在分裂在野党一直分裂的情况是什么？就是自民党一党独大，所以非常轻松的获得了整个议会的控制权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因为应付这个新冠疫情
安倍已经在没有休息的情况下连续工作了140天。那么，日本的媒体观察到这个安倍的表情显得很疲惫啊，然后就持续的出现了这个身体状况的问题。其实，在今年7月到8月之间，日本媒体持续的报道安倍的身体状况出现了问题啊，所以他今天的辞职的行动啊，其实大家并不意外啊，并不意外。那么，安倍有几个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说我们要总结一下啊。第一个，安倍2012年一上任就推出了他的安倍经济学，期望重振日本经济，摆脱持续性的通缩啊。日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需求不振。需求不振的原因是什么？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日本需求不振的核心的原因。由于需求不振，日本经济持续出现的核心的问题是通缩。因为需求不高，然后需求不高导致价格的回落，所以导致通缩其实对经济的杀伤力是很大的。因为当你的价格开始往下走的时候，那么企业的生产就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因为你等于是你的出厂价也要下跌，出厂价下跌，除非你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否则的话其实是非常困难。对一个企业来说，你的出厂价持续下跌，那你的经营就遇到很大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安倍经济学，三支箭，增加开支啊等等啊，我们等一下后面再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2016年举办了这个七国集团峰会，然后就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访问这个广岛啊，成为首次访问日本广岛的一个美国总统。然后安倍也首次访问了这个夏威夷的珍珠港，成为第一个纪念这个珍珠港袭击遇难者的日本在任首相啊。那么后来呢，安倍呢又和这个川普总统2016年川普总统最早见到的外国领导人就是安倍啊。然后安倍和川普总统建立了相互信任的私人关系啊。那么另外呢，这个安倍还推动了这个TPP 啊，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协定啊。TPP 后来是美国退出啊，本来是日美推动，其实是奥巴马和安倍推动的这件事情。但是川普总统一上来之后就说我退出啊，退群之后呢，日本就开始主导啊，由11个国家签订了一个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叫 CPTPP CPTPP 那么2018年12月30号签字生效，这是安倍的其中一个成绩啊。那么在过去8年当中，安倍率领他的自民党连续6次赢得全国性的国会选举啊。那么当然主要是因为在野党一直在分裂啊。那么这次安倍的辞职就意味着他把他之前提出来的这个修宪啊，要亲自实现修宪这个承诺啊，交给了他的继任者但对于安倍来说，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遗憾的是什么？就是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也是安倍推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但只不过因为疫情，东京奥运会就推迟到明年，他就没办法以首相的身份参加这个活动了啊。那么，中日关系在安倍期间大起大落。中日关系在2012年，安倍第2个任期一上来，
安倍就正好碰上了什么呢？碰上了奥巴马的重返亚太啊，重返亚太，重返亚太其中一个战略支点就是日本啊。那么日本安倍就率领自民党提出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就是修宪啊，要取消集体自卫权啊，允许日本自卫队海外部署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啊。那么，然后安倍其实和这个奥巴马政府的这个配合非常的清晰啊，非常的清晰。于是呢，中日关系就开始往下走啊。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其实从2013年开始，这个叫什么？这个中日关系就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差啊，越来越差。然后钓鱼岛的问题，然后这个一系列的海上的，包括东海的一些冲突啊，日益剧烈啊。到了2015年，中日关系开始出现转机啊，转机就是其中有一个会议，就是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啊。那么2015年开，那李克强、安倍晋三，当时的南韩总统朴槿惠啊出席会议啊，这就是中日关系开始出现转机。到了2018年，李克强正式访问日本，那么中日关系等于差不多要回到2018年李克强访问日本啊，出席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啊。安倍晋三2018年的10月份就访问中国啊。那安倍晋三2018年访问中国，意味着中日关系的恢复正常的情况啊。所以呢，2015年是一个转折点。到了2018年的11月30号，20国集团峰会啊，那日本这个安倍晋三见了这个习近平啊，双方等于差不多就是把这个中日关系恢复到一个常态啊，恢复到一个常态。但是你可以看到啊，中日关系在2012年，安倍晋三上任。到一直开始恶化，一直到2018年，中日关系恢复正常。大家可以看到，这跟什么有关系？跟中美关系是有关系的啊。中美关系是一个杠杆啊。中美关系当中美关系恶化的时候，中日关系也在恶化。但是当中美关系正式翻脸的时候，中日关系又好起来了。为什么？这中间有一些微妙的关系，我们等一下说啊。那么到了2020年，就到了去年到今年，那么中日关系又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啊，微妙的变化。特别是到了今年港版国安法，那么中日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微妙的状态啊，新的微妙状态。那么日本也开始表示关注，然后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那么日本在亚太的地位随着中日关系的交恶，它变得更加重要了啊，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来分析一下啊，我们现在的这个亚太格局到底是变成什么样子。那么在安倍时代快要结束的时候，安倍也辞职啊。那么安倍的时代即将要落幕，但是有一点，对于日本来说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安倍对于日本影响最大的，我认为并不是修宪，因为修宪并没有发生，而是安倍经济学啊。安倍经济学。三支箭，哪三支箭？第一，货币宽松；第二，财政支出；第三，结构性改革啊。但是，货币宽松已经做了啊，财政支出做了一部分啊，
结构性改革也发生了一部分啊。结构性改革，日本企业改革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啊，外资持有日本上市公司股票从2012年的28%上升到2014年的31%，创下历史最高水平。然后2019年又回落到29.6%，就30%啊。那么也就是说，日本企业的治理结构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也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安倍经济学实际上从目前来看是失败的啊，失败的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疫情啊，疫情一下子重挫，为什么一直在闪？信号在闪吗？我们信号一直在闪吗？大家觉得信号闪吗？给我一个提示。灯的问题，灯没有问题。我看一下我怎么处理一下，为什么会闪？看一下，我关掉一个灯，还在闪。不是这个灯，关掉这个灯，还在闪，那不是灯的问题，摄像头的问题。闪吗？不闪了吧 ？OK， 我们继续啊。安倍经济学三支箭啊，这三支箭呢遇到了疫情，实际上它没有办法完成，其中有一个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啊，这三支箭的改革难以完成。当然它在遇到疫情，它被终止啊，这个进程安倍经济学的进程被终止了。他也就是说，他没有机会去证明它是可行的。但是大部分的经济界的人士都认为安倍经济学难以实现，其中有一个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有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日本的社会结构一个是老龄化的社会结构，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日本的企业日本的企业非常的成熟在它这么成熟的企业当中，他们有一些取向难以改变，就是说安倍没办法说服日本的企业让他们开始大规模的支出、大规模的投资。当然原因是因为日本的社会结构相对保守，人口老龄化，那么日本的企业也会保守，也会采取一个保守的策略，因为你在经营所以呢，实际上没有办法去完成的原因，就因为，所以结果什么？结果日本的企业手上握的一堆的现金，当然这个日本企业手上握的这堆现金，最终在疫情当中表现得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它可以保存这些企业的存在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那么，所以日本在安倍的这个治理的期间当中，现在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安倍经济学的后遗症安倍经济学的后遗症是安倍的继任者要解决的最核心的问题。那好了，我们今天在讲什么呢？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安倍的辞职对整个亚太的政局影响非常大影响非常大。这里面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核心的盟友那么日本的取向决定什么？决定了美国亚太战略的现在叫印太战略的成效。因为在美国的印太战略当中，其中一个核心支点是什么？就是日本是
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个核心支点。日本的取向对它的这个战略的影响非常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日本是亚洲唯一能够和中国抗衡的大国啊。中日关系是什么？中日关系是整个亚洲政治格局。我们没有讲美国啊，美国当然也是核心，但是中日关系实际上是亚洲政治格局的主干。当然在此之前，在安倍之前，其实虽然日本有这个实力，但是日本在政治上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啊，这跟日本的政治取向是有关系的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中日韩啊是东北亚的骨干，那么美日中是整个亚太的骨干，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是日本在这个交汇点的中心环节。那我们从3个角度来分析一下。安倍辞任啊，安倍其实在过去8年的时间当中，他把日本从一个在政治上非常保守的一个国家，慢慢的带到国际舞台上来。当然，安倍没有走得很激进，他其实还是比较稳妥的在往面走。他在把日本带向国际舞台的过程当中，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日美关系啊。日本必须在和美国的合作当中，才能够有力的走向政治舞台啊，国际政治舞台啊。那么这里面有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地缘政治；第二个问题，军事；第三个问题，经济啊。那么先说经济，经济最简单，经济就是过去十几就是安倍的经济学的失败，导致了什么一个后果？导致了日本现在的经济形势处于一个两难的局面啊。哪两难局面？第一个，疫情令安倍经济学没办法持续下去，也就是说这是个半吊子工程啊，半吊子，或者说你说它可能会烂尾啊。那也就是说，安倍经济学在前期付出的巨大的代价没有回报，这是第一个局面啊。第二个局面，你付出的这些代价哪有不还的，还是要还，所以安倍的继任者要还这笔账。这笔账怎么还？疫情导致经济的不振，但同时你又要补偿原有的代价，这就是他的继任者面对的最大的问题。那么日本现在遇到这个局面，对于他在亚洲的这个经济地位影响很大啊，这是第一个经济的层面。第二个，地缘政治啊，地缘政治安倍很清楚啊，安倍从2012年上来之后，他非常积极的配合美国的整个的印太战略啊。首先，安倍先配合的是奥巴马重返亚洲啊。奥巴马重返亚洲其实是凸显了日本的重要性。其实奥巴马所谓的重返亚洲，就是扭头就走的意思，扭头就走。奥巴马的重返亚洲就是扭头就走，扭头就走呢，把这事情交给了谁？把这事情交给了日本，所以日本在亚洲的这个地位就凸显出来，它的政治性，它的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啊。所以从这个开始，川普总统上任之后，他的战略其实没有别人，他没有亚太战略，川普总统没有亚太，川普就是一个战略，就是对付中国啊，他的整个的印太战略就是一点，就是对付中国。那么当然你在亚洲对付中国一定要找一个帮手，其实美国在亚洲的帮手就是2个国家，一个国家就是日本，还有一个国家就是韩国，只不过韩国它相对比较小一点，它还要对付朝鲜，所以韩国呢只是稳住局面，但是真正能发挥作用的是日本啊。所以对于日本来说，
他遇到了2次机会，一次机会就是奥巴马重返亚洲，扭头就走，他的地位就变得重要了。然后呢，这个川普总统要对付中国啊，你在亚洲对付中国，日本又更重要，所以日本渐渐的在走向国际政治舞台啊，在走向国际政治舞台当中，它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战略伙伴。所以我印象中好像是菅义伟说的啊，菅义伟就官方长官，有点像他的岗位相当于国务院秘书长嘛，啊，国务院秘书长这样的岗位。那么他说我们愿意做6眼联盟，他要成为6眼联盟。5眼联盟大家知道是地球上最紧密的政治联盟啊，也是军事联盟。他要成为一个6眼联盟，那意味着什么？他就要成为美国的核心盟友，他其实就是日本，就是美国的核心盟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日本的这个角色在整个亚洲来说是越来越重要啊。那么安倍的辞任其实会改变很多，因为在过去8年，安倍的内政外交有非常强烈的安倍色彩啊。当然，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在野党其实还是不太强啊，所以他很多的政策推动的非常的顺利，所以他的个人色彩很强烈啊。但是另外一方面，现在的情况就是他的辞职对日本的取向变成了一个非常不确定啊，这种非常的不确定性对这个亚太的政局影响也非常大，这也是我们现在今天这个题目的价值所在，好吧？我们现在没有结论，因为不知道谁会接他啊，他的取向会怎么样？但是毫无疑问，现在就是日本的这个新首相的悬念，对整个亚洲的形势发展非常关键。好吧，我们今天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那我们现在我发现呢，我们这个网友越来越多的来自日本，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题目也是请日本的网友多多的提你们的意见，好吗？那么进入互动，大家不要聊天，情况、问题、观点，好吗？好 ，OK， 我们进入互动啊。明确一下，积极成啊，你好啊，王老师好，请问中美交恶的长期趋势下，日本可以找回它失去的30年吗？不是20年吧？怎么变成30年？日本 GDP 基本上没怎么增长。日本讲失去20年，但其实你看一下哈，日本完全没有闲着啊。日本的产业结构，日本在寻找新的定位啊。日本过去20年，日本经济经常讲啊，日本经济失去了20年啊，遗失的20年。但其实并非如此啊，日本人还是比较谦虚，但是其实日本在过去20年，它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人发现，他在制造业领域遇到了中国强有力的竞争啊，于是他们把产业链往上移啊，往上走。产业链往上走变成什么？它变成了一个核心零配件的供应商啊，然后核心技术的供应商，然后它成为它在产业链往上走的时候，当然它也不能走到美国那边去。美国在高科技的天花板，它会碰到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它基本上在高端制造业和核心零配件供应商之间徘徊啊。就过去20年日本的产业结构的变化。那么日本的 GDP 没有增长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的经济的竞争力不够啊，
它核心的问题还是它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人口老龄化对日本的影响非常大啊。那么你想一下，一个这么大的国家啊，它也有2亿人口啊，人口老龄化它形成的社会形态的变化，和其他国家无法理解啊。所以日本 GDP 没有增长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没办法抵抗。有没有别的办法？我不知道。日本经济界有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安倍经济学不是失败了吗？这是一个尝试啊。那中国也正在进入老龄化时代啊。你可以看见上海再过10年就是日本那个样子啊，也是老龄化的非常的严重啊。那么中国的其他的城市也会陆陆续续的进入老龄化时代。所以中国经济，我们讲中国经济遇到的结构性的问题，一个是什么问题？一个就是我们叫这个增量时代变成存量时代，这是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就是人口的变化，人口的变化加上经济结构的变化，我相信未来10年、20年，中国经济是会逐渐的进入低增长时代已经来临啊。中国已经不可能保持过去30年的高增长啊。情况，今天我看到国内有人发安倍迫于美国压力要加入五眼联盟，中国发射东风导弹，吓得要辞职，真是服了啊。我印象中不是安倍说的，应该是菅义伟说的啊。菅义伟说的我们要成为第六眼啊，第六眼。他表达的是一种意愿，就是还是希望和美国保持这种核心盟友的关系啊。观点：安倍适时退出政坛是明智之举，政治家更要知道知进退，让后起之秀崛起，可以改变安倍长久执政的生态，让日本政治生态长青。我觉得这个时候安倍退我觉得是有巨大的影响，因为安倍的政治生态已经趋于成熟啊，趋于成熟。他这个时候退，当然你这么讲啊，给后起之秀机会当然没问题，但是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风险，这是个巨大的风险。你不知道后面的人会是什么样的政策啊？日本的取向会是变成什么，就不好说了啊。所以这里面首先是风险。观点：日本是内阁制，安倍辞职换人影响不了自民党联美抗中的基本国策，非常正确。但是你要知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取向啊，不同的做法，不同的做法有不同的后果。那为什么？如果他方向不变，那美国川普总统和这个拜登之争，大家那么紧张干什么？那当然不一样，差别很大啊。观点：日本现在一切重要的政策都出现半途而废，接任者又不会有安倍的号召力，所以接下来日本的政局、经济都会非常艰难，是这样。我觉得是有困难的啊。首先是风险，我认为安倍的辞职首先是风险。第二个就是安倍的很多事情做了一半就停掉，那边东京奥运会做了一半啊，明年才举行啊。安倍经济学做了一半，然后碰到疫情后面怎么收尾啊？最好是谁制定的政策，谁来收尾，这谁的孩子谁抱走。但你要让一个继任者去给安倍经济学收尾，这是有点困难的事情啊。所以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走了一半啊。观点：今天下午日本时间2点左右，日本股市暴跌600多点。当时我正在电视屏幕前看着一片绿，就知道安倍辞职了。果然1分钟后，电视台紧急播报安倍辞职。其实我觉得安倍功劳还是很大的，安倍的旅游立国还是很有成效的，但一场突发疫情，一切都成为泡影。现在日本人最担心的二阶派上任啊，估计日本现任的
防卫省河野也有可能接任都有可能观点：安倍临时辞职对印度来说不是好消息，因为他是印度迷他个人或日本政府和日印度关系非常好，在全线反共的结盟时代，如果日印缔结军事或者合作联盟，对中共形成合围的态势，他如果可以撑到明年，日印达成合作协议将没有疑问。接下来的接班人就不知道如何处理与印度的关系，但也可以看出来他应该病得不轻，否则以他的个性绝对不会辞职。是的，这种我查了一下这个资料，这个病是蛮麻烦的是一个首尾很长的病，而且很难治愈很难治愈。情况2017年日本出现收入不平等的现象，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这种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使得日本更为艰难地应对人口引发的经济问题万年不涨的工资让日本年轻人不敢生孩子，劳动力老龄化又让政府无法提高税收，为老龄化社会奉献财政支出，进一步改善福利保障是这个问题。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恶性循环。你经济在停滞不前，你工资肯定不能涨，工资不能涨，那年轻人的这个收入就有问题年轻人收入有问题，他不想生小孩，因为负担比较大，那么老龄社会跨不出去一大堆的问题，就会陷在这个局里面搅来搅去观点：过去随着年龄增长，工资也会涨，现在年轻人工资不怎么涨，但是他们的收入、物价、房价、自然环境、教育、医疗还是比中国中产好很多中国的中产那是最惨，中国的中产是真惨，惨哪里？惨在2点，第一个就是医疗，第二点就是教育，就是这2点。教育的成本越来越高，你先想小孩子去上个兴趣班，再补个课，那多少钱这一堆的钱教育、医疗，家里有人生个病，那就是要卖房子的坐标日本，如王舍所说，日本老龄化是个持续性的问题，核心竞争力在下降，与其说这些年受到中国挑战，不如说是韩国的挑战。安倍在这个关口辞职，估计是进一步抱日本大腿的信号。韩国对日本的挑战当然比中国要更激烈因为韩国也是产业链上移韩国的产业链上移就碰到日本，中国的产业链上移也是碰到日本，日本产业链上移碰到的是美国，大家知道这个格局当然，中国的制造业的起来其实是中国的制造业的诞生、发展、壮大，全部都是日本培养出来的全是日本的功劳。但是日本就被中国追着往上跑，它只能往上跑。所以你看，日本原来的那些制造业全部卖给了中国往上跑。现在但是韩国呢，成为日本的有力的竞争者。所以为什么会发生日本对制裁韩国的原因，这就是产业链的竞争到了某个地步的情况观点：日本处在流动性陷阱，经济刺激很难有作为，不管是货币宽松还是财政政策都不能解决问题。日本老人去世的时候都有200多万存款，这就是典型的没有欲望，连享乐的欲望都没有，这是个世界难题。可以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样本。日本的措施只是常见的刺激措施，如果能解决问题，早解决了，不需要等到今天，这是经济学早就研究过的问题。不仅仅不是享乐，就是你要知道，享乐的欲望和他的什么有关系？跟他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日本的生活，我在日本玩了20多天
我的感觉就是，日本真的你可以在日本很平静的生活，没有什么人打扰你，所以你不会增加开支，你的日常生活就持续的这么延续下去，没有新的需求。所以，这是日本的社会性的问题。其实经济问题通常是社会问题影响的。观点，日本政客是不可能把日本领向深渊的。在中美交恶的情况下，日本一定会选择美国。本来日本就看不上中国，本来只是想借中国的市场来带动经济而已。现在中国自身难保，在国际上成为众矢之的，日本不会选择和中国接近。安倍和亲中的日经团关系很好。他在台上会面临曾经的伙伴的压力使日本没办法跟上美国制裁中国的步伐。换个强硬派就不需要管那帮经济界的人了，对就 CCP 动手更快。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可能很难跨过和亲中的这个影响影响很大，这个势力很大。就是亲中的在日本的经济界也好，政界也好，还是有一票亲中势力的观点，日本是一个传统与现代并存并繁荣的社会，这是日本独有的魅力和特色。日本经济学安倍经济学一定程度上拉开了贫富差距。但有日本朋友承认，日本经济学给国内不同行业带来了景气和竞争力。遗憾的是，日本的普通收入阶层觉得生活压力更大了，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再加上突如其来的疫情，导致它的支持率一直下降。还是没有起色，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安倍经济学，当然遇到疫情给安倍经济学一个完美的理由，就是这个情况没有完成没有做完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安倍经济学它没有办法改变的是什么？最核心的问题就是需求。因为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要把经济带出谷底，唯一的动力来自于需求。我们说货币宽松也好，财政措施也好，其实目标都是需求，都是带刺激需求。但是你要是在日本，你去过日本你就知道，日本的需求真的不大日本需求真的不是很大所以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去改变这个局面？反正我是没看到我是没看到。观点你好，我们生活在日本的华人，目前民间在盛传河野相和小泉进次郎呼声最高，但无论是谁，都是跟中国很有看法的强硬鹰派。未来中日关系觉得何去何从？老实讲，中日关系真的很难评估但是大的方向不会变。两点，第一点，美国跟日本的这种战略盟友关系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什么？日本安保条约是日本安全的保障对于日本来说，日美安保条约是它整个的安全架构里面的支柱，所以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日美关系保持密切是日本整个的对外关系的基础，这跟中国有点像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在整个的政治取向方面，日本不可能跟中国走得太近，但是日本跟中国又这么在地理上又这么近，所以中日关系也不可能坏到哪里去你看一下，我们分析一下在整个东北亚，这边是中国，这边是朝鲜，这边是韩国，这是日本，这4个国家在东北亚，这4个国家是构成东北亚整个局势的一个框架
中国对日本来说其实是个战略威胁一直是个战略威胁，而且是个不断增长的战略威胁。这是安倍过去8年持续和美国走近，持续强势走向国际舞台、政治舞台的其中一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那么毫无疑问，中美交恶对日本来说是个机会这个机会是什么？因为它的角色在吃重，但是对日本来说，他又不想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走到前面来，因为前面其实有美国，他还是希望跟在美国后面跟在美国后面比较有利一方面不直接跟中国对抗，因为你要知道两个国家对抗其实有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么对日本来说，保持和美国的紧密关系依靠美国的这个实力和中国对抗是比较有利。但是对美国来说，把日本推到前面去让日本代替一部分它的功能，对美国比较有利。所以实际上呢，美国跟日本之间要进行一场博弈，就是到底日本发挥多大的作用。对美国来说，就是说日本要担心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他走得太前，直接跟中国对抗，他付出代价。第二个，如果他缩得太后，美国人不高兴，他的地位受影响。所以实际上他需要走一个平衡。什么平衡？在某个程度上他要往前走，但是呢他又不想走得太前面。但是呢这就取决于他就是新的日本首相和新的美国总统怎么样去协调他们双方的立场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一个巨大的变数。我们讲巨大的变数就在这里。在这个条件之下，你才去看中日关系。先要搞清楚日美关系，在日美关系决定了中日关系，而不是中日关系决定日美关系。所以这是先，这是后是先生。所以现在不能确定中日关系，因为你没办法确定日美关系。日本怎么对待中国，取决于日本跟美国之间的协调情况，日本房价比中国低得多，关键是买房的贷款利息从 0.58 到 1.5，但是日本房价不涨观点，在日本外资系投资银行工作数年，个人观察，日本人是极度保守的民族，改变会使情况变得困难，但是他们正在改变。例如，有高中生会想到国外留学，尝试学英语以外的第二语言。当然，也有一些战后留下来的东西没有改变，例如会说英语是重要的事情，而且变得越来越重要。OK， 观点，我在日本10年，年轻时代那个美丽的国家度过的从我受到的日本教育来说，我觉得日本人是一个相信人定胜天的民族。反映到日本的政治家身上，就是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这2个人奠定了大和民族摆脱自身的历史枷锁，成为开创民主新日本国家的先驱。我的日本朋友都说，以前日本走错了路，现在跟美国人应该不会错了。 OK， 对，日本人选择跟美国是比较有利的比较有利的也比较怎么说呢更加文明吧提问，我看到这一说法，看 GDP 没有增长不表示日本经济不增长，因为日本 GNP 增长很大，日本大企业有大量的海外收益增长，而海外收益不计入 GDP， 这个观点正确与否请王老师判断。GNP 是国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叫 GDP 只算国内收入，海外收入会不会计入 GNP？ 海外收入实际上也是计入 GNP， 海外收入也是会计入 GDP， 但是计入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其实 GNP 海外收益是最终会反映在 GDP 上面日本 GDP 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衡量一个经济的指标？其中原因是因为海外收益也好，什么收益也好，最终它产生的效果是什么？最终产生的效果，不管你怎么样，你长到多大就是多大。如果你不是那么大，那就不算啊。其实 GDP 的效果，GDP 就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到底有多大。日本企业有大量的海外收益，这些海外收益都会收回来的但它不是以资产的方式而是以收益的方式会吃点亏，但是也没那么亏观点：日本有个实干、低调、拼搏，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一心想让日本复兴的首相，但管理着一个老龄、低欲望、倾向稳定安逸的日本国民。而今天的中国国民普遍年轻、拼搏，欲望无穷无尽，一切向前看，却有个爱吹牛、浮夸、高调、爱折腾的政治，完全没有经济思维的总书记怎么说呢？老实讲，所谓的中国梦中国的发展目标，我觉得日本在10年前已经实现了所以你看整个的社会发展水平，当然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经济增长高，最有利的是谁？最有利的是商人商人经济增长高，我就有很多的商业机会，最有利的就是商人。那你像一个日本这样的社会它社会高度发达。什么叫高度发达？就是你中国现在希望实现还遥不可及的目标，它早就实现了，这就是日本的情况所以对于商人来说，经济在日本没有什么机会，该有的都有了，该做的都做到了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的，我们在报纸上经常看到的是中国高增长那么我有很多机会大家把中国说的天花乱坠，其中一个视角是什么？其中一个视角就是商人视角，这就是重商主义。那么，但是你说要生活，那当然在一个稳定、高度文明的地方生活更好。所以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以为我非得去一个高增长的地方，高增长的生活的品质并不高。大家知道这个，除非你有雄心壮志，我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那你就去中国，没错。但是我只想过一个平静的日子，平安的度过一生，那你就去日本这样的国家，它非常稳定，高度发达，高度文明那你就做一个文明的人，在那生活也挺好。所以我们要对一个事物的判断，要从更多的角度去看观点：日本人文化中是不给人添麻烦的。日本老人有200万存款，是完全留给自己丧礼的费用，不给家族成员添麻烦，不是刚刚那个网友说的不会享乐。 OK， 观点说个不搭界的，日本为什么失去冲劲，还是和现在的妈妈带孩子的方式有关。从60年代以后的妈妈开始，因为家庭富裕，妈妈都是全职带孩子，对孩子的过度保护非常普遍，不让孩子做这个做那个，而爸爸是公司的战士，回家的时间很少，孩子很多被养成了阴柔的性格，做事畏畏缩缩，只求无过不求有功，比不上昭和时代的日本男子有气概。这也是一个问题情况安倍2年前在中国小火了一下，就是那次在会议上有议员问他用点什么手段让人们生孩子，他回答说抱歉，我自己也没孩子，不能用政策逼年轻人生孩子，是政府应该努力营造
会让人们想生孩子的环境。这是类似这段话在中国火了，很多中国女性当时对他好感倍增。情况打卡东京，看到日本辞职讲话，好多日本国民都哭了。安倍会留在国民心中。安倍是一个有温度的首相啊，所以他的很多话，日本人对他的很多话语是很感激的啊，是很感激。观点：日本首相的正式名称是内阁总理大臣，红色中国的领导人都称为书记，也就是开会记笔记的。这样的称呼名称名不正言不顺，跟中国一切一样礼崩乐坏。称呼跟礼乐有什么关系呢？孔子曰：名不正言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观点：日本发展靠出口，日本非常依赖出口，日本内需没什么，大家看到那么差，相反是较强力的。所有大家一定要知道，所有的经济体除了美国以外，所有的经济体，你这个社会要维持一个富裕的社会，就一个条件，出口。所以很强有力的经济体都是出口非常厉害的。你比如说日本，你比如说德国都是出口非常厉害的提问：对于美国来说，最重要的关系是和哪个国家？那你要看在哪里啊？对于美国来说，最重要的是2个国家，第一个是英国，第二个是日本。日本是在亚洲的盟友，英国是在欧洲的盟友情况：一线城市除了上海、北京不知道，广东、深圳已经控制办护照了，用疫情的名义不给办护照，必须要出国工作和留学才可以，其他要求基本不给办理。我的朋友现在都后悔了。观点：赵立坚今天说，如果美国封杀微信，中国就会考虑封杀苹果，这家伙一定疯了，这个政权已经陷入疯狂。我看到截屏，赵立坚的那段这个推特是用苹果发的观点：墙内媒体经常带风向说老二不好当，美国干翻了4个老二，英国、苏联、日本、欧盟。我心里就想骂脏话，除了苏联，其他3个哪个被干翻了？不都活得好好的吗？提问：经济一定要增长，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不增长也没有问题吧？是的，不增长也没什么。其实日本挺好，我觉得日本没有什么问题。我去日本觉得日本挺好，没什么问题。当然你不在那生活，你面对的不是他们的问题，那日本有日本的问题当然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问题。就是说这里有一个衡量。什么叫衡量？就是不管你生活在哪一种状态之下，其实你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当首相也好，你当比尔盖茨也好，你做一个乞丐也好，你当一个军人也好，其实你面对的外部问题给你带来的困扰其实是一样的，好，我们今天还有观点：佩服日本这个民族，既能全盘西化，又能继承东方传统文化。日本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真的是非常好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借鉴。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是日本，其实你看，任何一个文明的国家，或者社会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他对他们的传统，对他们的文化都保留得非常好。你去美国看一下，我参观过一个水库我参观一个水库的一个纪念馆，就是他那个纪念馆是非常大的机器。我后来一问，原来是这个就是水库的一个自来水厂，他们那个水厂的一个叫什么就是一个机器
它保留的非常的好，变成一个博物馆。你想一下，这是美国，美国我们经常讲美国才200年的历史，美国历史很短。可是你想一下，我在美国看到的建筑物比在中国看到的建筑物的历史都长，虽然它只有200年时间，多少民居都是100年以上的建筑。这就是人类保存自己文化的一种方式啊，所以日本也做得很好。其实你看一下，所有发达国家都做得很好。所以中国，你看一下中国有几个超过100年的建筑物，你还能找得到吗？好吧，时间到了，我们就鸣谢一下。刘毅，谢谢，请王老师喝茶。来日本20年，听王老师说日本，感慨万千。谢谢。李志毅，谢谢。观点：日本的大企业手中握有大量现金，是日本货币政策失效的原因。银行求着企业贷款，企业拿着贷款也不积极扩张。这不是货币政策失败啊，这是社会财富的一部分啊。中国的企业只要不贷款，它就会破产啊。就是中国企业为什么中国的企业会扩张的原因，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当它没办法建一个更大的规模的时候，它就会被淘汰掉。所以中国企业之间的竞争非常的激烈的原因是，并不是因为它在经营上的追求，而是它生存上的追求，生存上的原因啊。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日本的企业、美国的企业，手上都握着大量的现金啊，这是一个有实力的企业的象征啊。Kelly Z，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